大家好，我们这期视频的话，主要说一下我们自动化 EA 是怎么使用的，还有配置以及一些测试结果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 EA。我们 EA 其实是一个 EX 的文件，然后你拿到手里的话就是一个这个文件。这个文件的话怎么使用呢？我们现在先把它复制一下。复制完之后的话，我们需要把这个 EA 放到我们的 MT4 的 EA 目录下。这个目录怎么找呢？然后我们在这 EA 的话，可以打开这个控制面板。控制面板里面的话，其实有很多信息，包括账户、指标、EA。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找的东西。然后你点击这个 EA 列表，然后从这里面任选一个，因为默认的话有 MACD 这个，一般都有。然后你可以右键点击完之后的话，点击这个 Modify，它就会跳转到 MQL4 的编辑器。这编辑器的话，这个的话就是 MACD 的那个代码。然后你从这个代码这个的话，右键，然后打开包含的文件夹，这样的话，它其实相当于就已经跳转到我们这个 MT4 所对应 EA 的这个目录下。然后你把刚才拷贝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自动化 EA 给复制进来就行了啊，因为我这上面就已经有了，然后就不再重复复制。复制完之后的话，你可以在这个目录里面看一下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 EA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 EA 放到这个目录了，然后我们怎么用呢？然后您第一次放到这个目录的话，其实相当于你不一定能看到它，所以的话，你就在这里面的话，还点这个 MACD，点击右键，然后刷新。它这个刷新的话会把这个当前的整个列表刷新。刷新完之后的话，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个自动化交易 EA 了。好，这是怎么加载？然后使用的时候你可以那个，然后如果你想对当前的这个黄金使用这个 EA 的话，你就可以双击或者拖动，我们可以拖一下。拖完之后的话，你看到右上角的话会出现我们这个 EA 的名称，然后它会每次加载的话，它会弹出这个所对应的面板。这面板里面的信息的话有两个比较重要，第一个的话就是稍等，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位置，就是在这个 common 里面的话有一个这个自动化交易的这个是必须勾选的，因为你不勾选它不勾选的话，这个 EA 是不能够自动化运行的。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左上角的这个 MT4 的这个 Auto Trading，这个也是必须把它变成绿色的。如果它现在是红色的，就说明你这个 MT4 这个软件是没有启用那个自动化交易功能的。所以的话，这两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，必须都是对的，就是这个必须勾选，这个必须是绿色的。然后这个是使用，还有一个参数的话，这个 EA 的参数很简单，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开仓量，十的话就是对黄金来说就是最小开仓量的倍数，这个值是，假设你写个100的话，就是每次开仓是一手，对黄金来说，如果你是十的话，因为黄金的每次开仓量最低是0.01，所以的话你十的话就是0.1手。下面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策略算法所使用的参数。因为我们这个策略算法的话是一个突破的趋势性突破策略，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会有一个极值参数，就是这个的话我们认为达到多少的那个长度，就是柱体数，它会形成一个极值，包括极大和极小值。然后如果突破极大的话，我们就做多；突破极小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做空。然后所以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参数，这个越大的话，就说明交易机会越小，因为你这样的话，它形成极大极小的那个过程越大的话，它形成的过程会越长。然后越大的话，其实相当于你要等待的周期就会越长。你比如说一个月可能只有几单，然后你小的话可能机会比较多，但小的话可能噪音就比较多。所以呢，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1小时的，我们可以设的稍微小一点，假设我们设成6，设成5吧。设成5之后的话，然后你点击确定，点击确定完之后的话，其实现在我们这个 EA 已经完全加载成功了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就是这个右上角这个有一个笑脸，如果它是一个笑脸的话，就说明你这个 EA 是正常运行的。如果它是一个哭的那个状态，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假如我们这个 comment 的话，这没有勾选这个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不是变成一个哭的？它不是一个笑脸的。不是一个笑脸的话，你需要看两个地方，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自动化 MT4 自动化交易是不是绿色的，
如果是红色，你就再点一下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必须是勾选的，这样勾选完之后呢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的话就已经又变成这个笑脸了。到现在的话，其实现在我们这个 EA 的话已经在自动运行了。如果出现新的交易信号的话，它就会自动开仓。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测试，然后测试的话，大家可以看这个 View 下面有一个策略测试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用来测试各种不同 EA 的一个功能，MT4自带的。这里面面板下面的话有一些信息，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选择的 EA，下面这个的话品种，然后这个是我们选择的周期。下面这个的话一般的话都选 Open Price Only 就行，因为这样的话测试速度会很快。这个的话就是测试所使用的点差，我们就直接用当前的点差就行了。然后后边这个的话是所选的测试的时间范围，我们选的是14年到15年1年的时间。好，现在的话后边这个的话是以优化，我们这一期就暂时不说了。然后这些参数都选择完之后的话，你就可以点这个 Start。点 Start 之后的话，它这个进度条走完，就说明它这个已经跑完了。跑完之后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。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净值曲线，就是14年1月到15年1月，然后这个策略跑完1年的话的一个曲线，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综述。初始的话，我们这个是1万美元，然后最终盈利5610美元，这个是盈利因子1.28，这个越高的话就说明我们的那个 EA 效果越好。但是这个的话是基于不同的参数，就是你参数不同的话，它也会不同，所以呢，这个是需要自己测试找最优参数的。然后后边这些部分的话，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的话是最大回撤，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，这个是属于一个风险的一个参数，一个结果吧。我们现在最大回撤是25%，大概。后边这个的话，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准确率，因为我们这个的话，这个 EA 的话就是一个趋势性突破性的 EA，所以的话，这个不是靠那个准确率来做盈利的，因为我们这个趋势交易的话，本身的话准确率都会不高，然后除非的话你交易量很少，如果你交易量比较大的话，然后比较频繁的话，你会碰到很多震荡，因为外汇市场的话80%的时间都是属于一个震荡的走势，所以的话，对于震荡的情况的话，趋势性交易的话并不好，除非的话你是把止损拉的比较远，但是如果你止损拉的比较远的话，你如果碰到反向的话，你损失也会大，也就是这个回撤也会大。所以的话，我们现在这个策略没有这样干，我们止损的话其实都是很低的，所以对于这个低的准确率的话，我们是正常的认为。然后，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就是整体的话，其实现在我们处于一个盈利状态，而且1年下来的话，有超过50%的盈利。所以的话，对于这个 EA 的话，大家需要了解一下，它就是一个趋势性，然后长期性的一个 EA。它其实相当于主抓的话，就是一个趋势，因为趋势的话，它一走的话，其实周期就会比较长。然后我如果能够把这一段趋势抓住的话，其实相当于前期很多的那个损失的话，都可以都可以回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EA 的测试效果。你可以，你下去的话，如果你拿到这个 EA 的话，你可以按照这个来测试不同品种、不同周期，然后这个不同参数的那个效果。这个的话，你其实可以做那个优化参数，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怎么做那个优化参数。好，本期视频就这些，大家有什么想了解更多的，或者有什么不明白的话，都可以再联系我。好，谢谢大家。